我的当事人在群里被免去职务，之后不给安排任何工作，并搬走了办公桌和电脑，被移出工作群。故被告属于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并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劳动条件。原告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第一，原告完不成业绩，达不到公司要求，故辞去原告职务属于公司正常行为，这并不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第二，公司曾提出给原告调岗，但原告拒绝，因此不能叫没有给原告提供任何工作。没有证据表明公司曾给原告调岗。法官，我们当庭补充提交一份证据，这份证据呢可以证明被告曾提出给原告调岗，但原告拒绝。被告律师为什么不在庭前提交证据？法官，我是公司人力资源副总裁，这份谈话纪要是我们刚找到的，对事实非常重要，而且我们还找到了谈话录音。哎，你们还录音了？上面先听。谢谢。法官，我们请求当庭播放谈话录音。可以。我设计稿，你们调我去销售稿，这是变相这重要吗？我又没有犯错，你们为什么要惩罚我？这是您说的。照你这么说，那公司所有从事销售的员工都是他们什么时候录的我也不知道，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我觉得他们这就是故意的，太卑鄙了。我不同意。原告不仅业绩不达标，还和部门主任多次发生冲突，因此呢，人力出于好心才建议他调岗，但原告拒绝。至于原告所说的职场冷暴力、公司停止其日常工作、被移出工作群，都是原告自己的原因，他完全可以到新的岗位从事新的工作。法官大人，我专业不是干销售的，我不会喝酒，我也不会低三下四，也不会应酬。他们让一个不会干销售的人去干销售，你说这算不算是故意整人啊？你这算？你说句话啊！你们说这算不算欺原人？告，克制一下情绪。原告律师啊，让当事人平复一下太卑鄙，这是法庭。下面原告对这份证据发表一下意见。首先，我们刚刚得知这份证据，人力谈话属于被告公司内部文件，并无原告的亲笔签名，所以我们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针对谈话录音，我们无法核实是否原复一致，是不是经历过编辑和修改，所以对于录音的真实性，我们也暂存保留意见。审判长，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对这份录音的真实性存保留意见的同时，我可不可以问林女士几个问题？可以。林女士，您是公司人力资源的副总裁，对吧？是，我想问一下，刚刚这份谈话录音是否是在原告向公司投诉跟自己的部门领导发生冲突，部门领导有辱骂他之后发生的？是。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公司给原告调岗，并不是出于生产经营的原因，而是为了平复原告与公司上司发生的冲突？我们是出于好心，所以呢，你好心，你怎么光给我调岗，你不给老吕调岗啊？下属和领导关系搞不好，那我们肯定让下属离开啊。所以就不存在是非对错喽？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判断谁对谁错。对于公司领导层来说，谁的实力强，谁对公司做出的贡献大，我们就支持谁。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贵公司只要对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就可以随意辱骂其他员工？原告代理人在曲解我方意思，领导批评下属，并不能曲解为羞辱、辱骂，并不是所有的员工都像原告那样能力不行而又自尊心超强。谁能力不行了？法官大人啊，他一天给我布置20多个任务，一个任务200多个要求，我完成了一个要求，他又改一个要求，我是连夜通宵给他赶完的。然后他还跟我说我这是低品质勤奋，我为什么那么……哎，是不是你自己有问题啊？我有什么问题啊？你根本就是不胜任这份工作，你知道吗？我不适合是吧？我不适合，你早怎么不说呀？啊，之前给我提职加薪，这啥意思啊？是我们是给你提职加薪了，可是提职加薪之后呢，我们发现你的工作能力根本就不够胜任这份工作，所以我们就考虑给你调岗，但是你拒绝呀，而且你还要求解除劳动合同。
我们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哎，我拒绝是因为他一步一步逼到我才拒绝。法官，我想申请补充一个问题。可以。林女士啊，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个调岗呢是改变了我的当事人的工作性质，以至于他无法在新的岗位上依然使用自己原有的工作技能。这样一来呢，使得他未来的升职空间以及对职业生涯的规划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您作为公司的人力资源副总裁，那您是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吗？我们没办法满足每个员工，如果他不接受，可以辞职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第35条、第38条和第46条，向贵公司申请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一定的补偿金？今天庭审到此结束，休庭。王先生，像调岗这样的重大细节，您一定要提前通知我们，不然他们这样当庭搞突袭，拿出证据来，我们很容易被动的。对不起，主要他们没有正式发文说调岗，就是聊天的时候提了一嘴。人家提了一嘴，您也拒绝了，咱们就不能说人家没有给咱提供任何的工作机会。是。哎，不过这次后边段我们还是占了上风的，没让他们偷袭成功。哎呀，这次真的是太谢谢你了，林大夫。哎，我们是不知道的记者一直很关心这个案子。啊，对，可以说一下吗？可以说一下吗？哎，你们怎么知道的呀？我们平常有关注您的微博。哦，哎，据我们了解，您之前是劳动仲裁没有被支持是吗？是，就差几天就要过诉讼时效。起诉时限。啊，对，起诉时限。多亏了易律师和潘律师来我们小区做公益。那易律师您说一下。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还有事情。抱歉。易律师说一下吧。他们挺忙的，我觉得吧。哎，你给王孙发个微信，说还没有判决，说话稍小心一点，注意一点。您好，早跟您说过。那你们接受坏人为什么会嚣张？就是因为我们好人太沉默了。说这王孙搞直播还挺有意思，还给别人讲道理呢。挺逗的。哎，奶奶，怎么了您？潘女士，我想问问今天开庭怎么样？啊，我们刚从那儿出来。什么时候能出判决呀？这个我们也说不太准，这得看法院那边，最快也得1个月吧。王孙不让我去，我又不敢问他。啊，是，嗨，您放心吧啊，我们还挺顺利的。那个您儿子现在方方面面都挺好的，现在都当大 V 了，都搞直播，成那个意见领袖了都。对，现在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成天在网上帮助这个，鼓励那个，可热情了。好，那个行，那奶奶，那个我们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那个回头有空我再跟您聊呗。行，你先忙吧，我就是想谢谢你们。啊，好，哎，没事，你别客气啊，应该的。谢谢。哦，哎，您好。啊，不，那个我是潘岩，那个易律师正开车呢。这样，等会儿我把免提开开啊，您稍等。易律师，那个是这样啊，刚才吧，那个警察到医院来找欣欣了解情况，欣欣还是什么都不说，完了警察就说你什么时候想说了再来找我们。你说现在欣欣这情况怎么办呢？我就是特别担心，你一点好转都没有。你一问他吧，他就说对不起。你问多了他就哭。完了，医生又说他那没什么大毛病，可以出院了。欣欣也说他想换个环境。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该怎么办呢？您别着急，我们现在就过去。那太好了，麻烦你了啊。行，好嘞，一会儿见啊您。哎。我有时候真挺替欣欣难过的。我听那个王孙他妈妈也跟我说了一些个王孙的事儿，我觉得有的跟欣欣特像。现在啊，就是特别怕这种
受害者，明明是自己受到伤害，然后还老觉得是不是自己做错了，怎么这事儿就自己摊上了呢？肯定是自己出了问题。现在好多年轻人都这样，就怕辜负了别人的信任，就怕让别人失望，什么事都赖自己，有时候太懂事也不好。今天我们接了一个咨询，说这个老公给女主播打赏，数额特别大，他来问我们说这能不能返还？我们说这个，要是说一个孩子是吧，未成年，对，那还有余地。老公是成年人了，这怎么返还啊？你说是不是？哎，那老婆要是说不知情，是老公擅自打赏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呢，对吧，欣欣？那除非和这女主播有私情，那属于是还有可能返还，算是违背公序良俗嘛，对吧？正常的这个打赏行为是属于赠与。哎，可以要求撤销啊，对不对？那撤不了了，撤不了了。打赏这个行为是撤销不了的。确切来说啊，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打赏行为有2种观点，一种呢是认为属于赠与行为，一般会判定支持返还；另外一种认为是属于消费行为，一般会判定不支持返还。我们一楠是英国学法律回来的，我特别严谨。对，严谨好，搞法律必须得严谨，你说是吧？是吧？真服了你了，你这当律师真是屈才了，你应该直接当法官，你一张嘴就自带那个肃静，你说人欣欣听你说完都不原声了。对不起啊，欣欣，是我说的不对。下次你能不能聊天的时候，你就过脑子，你别一下就把天聊死了。你真是，你说有他这么聊天的，是吧？你们也来了啊，阿姨。哎呦，小潘来了，易律师来了，来，请坐。不，那个您坐。那个天儿，走，咱吃饭。一楠，我不吃了，我减肥。走吧，我也饿了，给我吃一口。对，不是，行，那您聊啊，我们就不打扰了。走，谢谢啊，拜拜，欣欣，阿姨再见。谢谢你们啊。走了。哎呀，快点吧。不好意思，还麻烦你摆一趟。啊，应该的。叶律，对不起啊，这么麻烦你。别这么说，最近感觉怎么样？挺好的。我听你妈妈说，你想去别的地方待一待。想去哪儿想好了吗？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我真是特别替欣欣着急，他怎么就不肯说呢？哎，这个我倒是能理解欣欣，要搁我可能也不好意思说，毕竟挺丢人的。那你不说出来，不白挨骗了吗？所有的道理咱们该讲的都讲了，欣欣她应该能懂，她肯定是都懂啊，可就是懂得越多吧，她就越痛苦。能懂就好了。哎，喂，老师，啊，我没走，没吃饭呢，我们就在这边那个6楼有个小天台，啊，对，都在呢。您过来是吧？行，好嘞。哎，易律说找咱俩，说没说欣欣怎么样了？不知道，可能就要跟咱聊这事儿吧。别忙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姑娘啊，你不愿意跟警察说，也不想起诉，你就跟妈说说呗，啊？对不起，这哪是对得起对不起的事儿啊？到
到底怎么了？啊？我有点累。老师，您坐这儿。我们仨挺会找地儿啊。这儿凉快。欣欣怎么样了？他还是说想离开这儿，而且其他的什么也不说。一律，您能不能找一天避开欣欣妈妈，单独跟欣欣聊聊？我是觉得她妈妈在，她有些话她不好意思说。没用，上回我跟左娜姐还有老师一块儿来的，我老师把她妈妈支走，我跟左娜姐问，欣欣也不说。我接一电话。你们都不了解欣欣，欣欣是最在意别人的看法。她之前当着咱们各种秀恩爱、秀甜蜜，朋友圈、微博、QQ、抖音、游戏里都有那个恋人关系，别人能看见的地儿全秀一溜够。你现在让她说她是上当了、受骗了，之前那些全是假的，那不要她命吗？哎，你这么了解他，要不然你想想办法。我要是知道就好了。啊，我们俩分手了。我看娇娆跟一男的一块吃冰激凌，还以为是你呢。啊，看错了。他俩挺好的哈。看样子还行，我给你拍张照片啊。算了，别搅和人家了。行吧，那没事，我先挂了，我这还忙着呢。行，那你保重啊。那我先挂了啊。怎么了？你怎么了？怎么这样回来了？没什么，同学电话。老师，您说，就算俩人分手了，那当初在一起的时候，那些个甜蜜的时光，幸福的过往，就都不存在了吗？还是说都是假的？那些你只会对我说的甜言蜜语，只有咱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做的亲密举动，对别人也可以说，也可以做。你这问题太深刻了。今天不早了，都早点回去休息吧。走吧。
被阳光填满，而我在等消失的帆，光着脚丫的沙滩，浪漫还没被冲淡，被拽住的时间就会变得缓慢。我自带最敏感的爱，白鸽飞来。他来律所跟你求婚，接你送你，在办公室等你下班，这些我都看到。他对你这些好，换任何女孩都会心动的。你们俩在一起这么久，肯定有很多舍不得的地方。我太过期待，才会不快乐。但是你知道吗？我并不是你舍不得他对你的好，他也知道你舍不得，所以他就肆无忌惮地打击你、控制你、伤害你。他甚至会让你觉得，他对你的伤害是一种待遇，是一种你独有的、特殊的爱的待遇。你贪恋他对你的好，所以你就什么都听他的，他就可以继续的蹂躏你、践踏你，让你生不如死。这就是他的套路。他对其他女孩也是这样，不是第一个。我自带最敏感的爱，白鸽飞来，总以为你会来，恰好落在我的窗台，若相遇是种安排，那离开也是应该。我太过期待，才会不快乐。我并不是你很快就释怀，我打发你离开的寂寞。每当清晨里醒来，还好有白鸽在未来徘徊。In the sky。哎，你们今儿什么日子啊？怎么一点不堵车呀？哎呀，难得的一天嘛，啊，咱俩坐地铁堵什么呀？你这客气。哎，天儿，哎，来了，你家左娜姐好几天没来了吧？你家左娜姐啊？别瞎说话啊！那我重新说，该你有家，是吧？非等我踹你是吧？讨厌。知道左娜姐为什么好几天没来吗？她忙着律师职业考核呢。该考完了吧？你们俩肯定有事瞒着我。哟，姐，哟，左娜姐，都想死你了。我看是你想死吧？好好工作啊！哎，左娜，兜里面试怎么样？挺好的。啊，恭喜啊，马上就要拿到执业证了。无论这证儿拿不拿得到，我都得离开融科了。你坐，先坐。左娜，我这段时间呢，其实一直在寻找一个最优的解决方式。我这几天在家也仔细想了下这个事儿。融科需要这个案子，您替客户保密也是您的职业操守，我应该理解。但是介于我和左大健的关系，
我也不适合留在荣科了。怎么不适合呢？你别想太多。我不想被左大健利用。左大，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利用你。杜律，我可能要代理我妈妈的案子，到时候我们之间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如果没别的事儿的话，我一会儿去跟关秀姐说一声，把该交接的交接一下。那冯小泉的案子，你能不能站好最后一班岗？你放心。哎，哎，你左大要走，你咋留都不留？我怎么留啊？我给他下跪，嚎啕。那你最少也得说一下。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小案子，我是。哦，就是缓兵之计是吗？先缓一下吧，就有些事儿说不准的，他缓着缓着，是不是他就能缓上来了？你俩不挺能叭叭的吗？叭叭呀！叭叭叭叭。一定要走。还有什么留下来的理由吗？哎，姐，我要是你，我还真就不走了，我还得主动联系左大健，我得问问他到底憋着什么坏心眼子呢。咱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啊，万一能沟通成功，各退一步，也算是最好的局面了吧？没得谈，我要代理我妈了。那就没法劝了。没事，姐，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我也是后盾。你不是那被告代理人吗？看前面，看前面，就赖你。你今天又来啦？记住啊，对，好极了。哎，对呀，宫东少爷，你乖不乖呀？我乖又怎么样？不乖又怎么样呢？不行不行，儿子，你给摆子大一点。我乖又怎么样？我不乖又怎么样？你给再来一个，再来，预备走。我乖又怎么样？不乖又怎么样呢？记住了啊，就这样啊。然后我往下搭啊，乖的话呢，你就有点。哥哥，程程，哎呀，呦，宝贝儿，我看看，这今儿这怎么穿成这样了？学戏。学戏了，找个地儿聊。小少爷，真厉害。儿子，爸爸去说两句话，你跟两个哥哥在这玩好不好？好。跟我们吧。他们说的不一样，听谁的？你想听谁的听谁的啊。哎，你看哪个哥哥像好人，你就听谁的。听谁的？啊，我们俩。王玲玲来吗？王玲玲啊，王玲玲今儿不来，孩子今天归我的。那是可以跟您一起住吗？那不可以，我晚上可以把孩子给送回去。哦。您现在这个情况，您能接受吗？我能接受啊，挺好的。你看现在孩子姥姥也退休了，能带孩子。我妈你也知道，有爱好打麻将，他妈也有爱好带孩子，孩子帮他妈那样正好。我的工作你也看见了，孩子帮他那我也挺放心的，挺好。那您是同意变更抚养权了？抚养权我不同意变更。为什么呀？哎，程程，哥哥问你一个小问题，好啊？你是愿意跟姥姥生活呀，还是愿意跟奶奶生活呀？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哦，哥哥问错问题了。程程，你是想过以前那样的生活，还是现在这样的生活就挺好的？算了吧，我来。那程程，哎呀，哥哥跟你聊聊今天演的角色好不好？哎，今天演的这个小少爷，哟，他是什么样一个人呀？他那个现在呢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呢就是同意保持现状。至于孩子，你说是在姥姥家，还是跟他妈妈家，这都没关系。但是抚养权变更这事儿吧，我真是不能答应。但是抚养权归谁，一般孩子就跟谁生活。之前一直是跟您生活的，现在是跟他妈妈，所以黄女士想要变更抚养权。咱俩是一波的吧？咱俩是一波的。
对呀，但是法律规定……那我不管法律规定啊，你就知道我不同意变更抚养权。导演员，请光边下面。好的，导演，收到，马上。儿子，走了啊，走了啊，加油啊，加油啊，加油！一会儿好好演啊。爸爸怎么样，姐？他爸说什么？还是那样。程程呢？说那孩子能回答出什么来？这就千古难题。你问哪个孩子说你爸你妈离婚了，你是跟爸爸还是跟妈妈，谁都回答不出来。啊，爸妈是真舍得为难孩子呀。不是，关键我看着孩子跟他妈跟他姥姥过得挺好的，他爸也挺认可的，干嘛就不变更抚养权啊？长房长孙，这是他们家老太太不同意。坐这儿吧。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也想那儿去了？不是你们俩知道什么啊？说。不好意思啊。这人推车。这片场规矩那么多。左娜妈妈，今天我到您这儿来呢，就是想和您推心置腹的，咱们好好的聊一聊。谢谢你对左娜的照顾，左娜在家经常提起您。啊，是吗？都说我什么了？说您经验丰富，专业敬业。惭愧啊。我们开门见山吧。开门见山哈。您提起这个诉讼，说返还财产了，法院呢，提出这个调解。我不同意。那如果我能说服他们，满足您所有的诉讼的这些条件，我不接受调解，我要法院判决，我要在判决书上看到谁是过错方，犯了什么错，是谁插足了我们的婚姻。如果这么一来的话，您和左大健的关系不就彻底破裂了吗？你以为我对左大健还抱有幻想啊？如果能通过谈判解决您所有的问题，包括后续的离婚，你觉得？不行。那如果的话，比您原先诉讼得到的更多？什么更多？财产吗？我不在乎，我只要法院判决书上清楚地写着是谁破坏我们的婚姻。至于财产嘛，是我的我要，不是我的我不惦记。他说什么私下给我补偿，我不接受补偿，他是过错方，判我多一点，判他少一点，那是法院的判决，是对他的惩罚。是。那您看，左大妈妈，您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呢？您说。如果左娜提出代理您的官司的话，我想请求您尽量别让他卷进来。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好，左娜妈妈，离婚诉讼呢，就像是一场战争，一旦开启了，就没有最终的胜利者。您最终的诉求应该也不至于是把左大健搞得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一生的心血都付之东流了吧？哟，你们在这儿呢哈，对不住啊，让你们久等了。没事，咱们接着聊啊。我们就是想跟您那个确认一下，就是您对现在生活的这个现状，就是孩子跟姥姥过，您是满意的，是吧？我挺满意的，甭管孩子呢是跟妈妈还是跟姥姥啊，跟谁过，我也这工作性质。
我挺放心的。对于抚养权转让的问题，您母亲特别不同意，我们是想了解一下您现在的看法。我的看法，我这么说吧，我妈不同意呢，有我妈不同意的道理。你说我们万一把抚养权给他们了，然后姥姥呢带着孩子，你跟孩子说，你看你爸不要你了啊，抚养权都变更了，孩子长大了，我们将来怎么跟孩子解释啊？哦，所以是您不能输，但是可以放弃，是这意思吧？就是说可以法院判给他妈，但是您这儿不能主动辩。哎，你们呢都是专业人士，你们想想办法，你们看看这官司能不能打输啊？应该可以。哎，您要早说，我们早明白了，就是孩子他奶奶不乐意放，是这意思吧？我倒是想说，我也劝过我妈，可是我妈死活就不同意，给我逼得没办法了，我才打的这官司。行，那我们差不多也都了解了啊。那您忙您的吧，我们也走了。对不住了啊，那我这边还真有事儿啊，回见。哎，你说啊，咱帮房小泉这么大一忙，他怎么不给咱弄俩角色演演？想当演员你啊，长这么大没演过戏呢，我得演一古装戏，宫斗怎么样？我演皇上。你凭什么演皇上啊？我有这个能力。我更像。你像皇上？我像啊，我像不像？你问左大姐，她还像。她说还行。左大姐演谁？喂，程程奶奶。哎，啊，律师啊，您说。问你个事儿哈。啊，咱这官司什么时候判啊？一般是法院，他得先调解。啊。哎，还有啊，陆律师。啊，您说。我们家条件不如丰城姥姥家。哎，可他姥姥家的钱是怎么来的？拆迁，兄弟姐妹为几个钱，人脑袋打成狗脑袋，这种家庭能对我们程程成长有利吗？啊，还有程程妈，结婚离婚，现在也不安分，程程能跟这样的妈生活在一起吗？我是不放心。杜律师，哎，您说，我听着呢。哎，还有啊，律师，这2天你去把欣欣的那个刑复民起诉状写好，然后赶紧把案给立了。好，行。哎，问你一下，听说总娜要辞职啊？谁跟你说的呀？这好像是。哎，这种案子一打起来，就相当于是核战争。我之前那个律所也有一个这样的案子，当事人的公司当时市值几百亿，结果打到几个亿，还在打，现在还没有打完。那您之前那律所那不得赚飞了？所以说呀，杜律师肯定会卯足了劲儿，全力以赴的。就算左娜辞职，就算全律所都辞职，他再招一批律师来，也不可能放弃这么千载难逢的案源。哎，杜律师。哎，一律，我找您有点事儿。左大建的案子吧？我加入。你听谁说的？左大建这个，全律所都知道了吧？你的团队需要一位女性律师。
你看看，这鸽子蛋、名表、游艇、高尔夫，以蔡小磊的年龄和资历，如果没有左大健的话，他不可能过上这样的生活。所以你的重点是？重点是我们作为左大健的律师，我们应该提醒他，他跟蔡小磊并不是完全的利益共同体，他应该一定程度上警告跟限制他。一律，我知道你想参与这个案子，因为无论是谁的话，能够加入进来，都会得到这个全方位的提升。但是我思来想去呢，我觉得你并不太适合这种案子。我之前做过这种案子，当时那个人就是什么都听小三的，然后最后被小三算计，特别惨。但是我，不赞成你加入，它是有其他的原因。什么原因啊？性别。性别？是，我觉得当事人可能会天然的觉得，你在这个案子里边，会同情这个在婚姻里边遭受背叛的这一方，所以。那照你这个逻辑，我以后只能代理女当事人，不能代理男当事人了。那小三也是女的呀，她为什么不觉得我会同情她出轨的小三呢？这个是两码事儿啊。怎么是两码事儿？杜律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女人吗？所以说呀，这个团队里要没有一个女性完全凭这种男性的思维逻辑去解决问题的话，早晚要逼得左娜妈妈按下核按钮。是，所以你应该去代理左娜妈妈呀。我们竭尽全力的就来维护左大健的利益。可是如果左娜妈妈按下这个核按钮，弄得最后鱼死网破、同归于尽，也不是左大健想要看到的呀。问题现在的关键是左娜的妈妈她不依不饶，那也是左大健逼的呀。行吧，那咱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啊。该认的错就得认，该给左娜妈妈的就得给。我们做律师不是说你错了，我给你说成对的，而是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我作为律师，作为专业人士，我跟你说你错在哪儿，你为了这样的错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可以帮你少错一些，避免一点你的损失，但是不可能说你给我钱，我红口白牙替你说瞎话，对吧？是，其实我觉得呀，这人嘛，他得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啊。你比如说这个性格优势啊，这个年长女性啊，她得这帮助祝欣欣那边更好的解决。年长女性，你是因为我是年长女性，所以让我接祝欣欣的案子？不是，那肯定是不是我是说呢，那你肯定是心善人美，专业又过硬哈。其实我跟关秀啊，一直帮你推一个10大杰出女性律师的那么一个评选，还给你安排了采访呢。是吗？啊，要不你先接电话，啊，有什么咱们随时再沟通啊。林月，什么事儿啊？最近挺好的吧？挺好，挺好。家里边没什么事儿？还行啊。我们家就那样嘛。工作也还挺顺心。顺心。我呢，跟你打听点事儿。
行，您跟我说。刚才我过去的时候啊，无意中听到你们是不是好像议论左娜他们家什么事儿来的？您不说呀，我还想跟您提呢。我也不知道这易律师从哪儿打听的，真是我没告诉他啊，没告诉。我不是说这事儿，我是想知道啊，你是从谁那儿知道我接了左大建的这个案子的？是吗？不是，我也想不起来了。有人跟我好像好好想。我是这个对这个事儿之前我好像是听别人说过，但他应该不是诚心想告诉我，他可能是那个自言自语，无心之举。我呢一听，哎，好像是咱们所的事儿，我说我就然后一没留神就听着了。谁自言自语的无心之语让你给听着了？谁呀？不是咱们所的，不是咱们所的，不是咱们所的，在哪儿？在哪儿？是在哪儿呢？等电梯。电梯。完了，我就听见他还在哪儿？陆律，您就别问了，行不行啊？您这不是非让我当叛徒吗？我能说吗？我说不给他卖了吗？您就自当我不知道啊，要不然以后有什么事您不是也不敢跟我说吗？对吧？我是签了保密协议的。是，这他也跟我说了。不，这我自己猜着了，我签了保密协议，这件事儿从我这传出去了，那我要负责任的。我们都明白，我绝对不能让您负这责任，对吧？不过这左大建呀，他做事是有点缺德。您说这天底下那么多律所，找别的不行，非找他闺女上班那律所。是吧？完了还跟您签一保密协议，不让您出去说，要说了算您违约，这不让您里外不是人，这多难做呀！行吧，那这件事儿就到你这儿为止。您放心，我嘴特别严，我肯定不会告诉范小天。怎么还范小天是？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律所现在啊，就他一个人不知道。好自为之啊！哎，杜律，那个，这是林佳佳，女性力量的主持人。哎，您好，这位是杜律，我们的高级合伙人。您好。哎，我们这个一帆律师啊，他就是这个特别符合你们女性力量。他经常接一些这些公益的案子，很值得采访。好的。那我们先去，好吧？好，您忙您的啊。好。这左大建把案子委托给咱们，一定是考虑过要启用左娜这张牌。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牌得早打呀。这现在，你们家打牌一上来就出王炸是吧？那他会什么时候用？怎么用呢？最好就别让他用啊。对。咱们把之前的那些证据先捋捋。刚才我们捋了一遍，其中有一组证据是左大建给蔡小磊的微信转账记录，还有他们俩平时的微信聊天记录。别的证据我们还可以想点办法，可这组微信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很难否认。哎，杜律，那万一要是他就说手机丢了呢，或者是劳春雪把手机给偷了栽赃，那这也不是没有。你那个法考是怎么过的呀？左大建手机内的信息是他的个人隐私，劳春雪未经许可，算不算是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呢？证据的来源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个案子要是这么打呀，全得上热搜。完了！杜律，对不起，我刚刚把冯小泉的答辩状发错群了。是发到哪个群了？应该发到咱们内部的群，我发到他那个群了。那没事，反正他早晚都得知道嘛。但他看了以后说有意见，让我们过去一趟。那就赶紧过去啊，看看他有什么意见。好，那我跟着一块儿过去。你坐着吧，咱们还没完事儿呢。你看看潘岩，让他跟你一块儿去。好。
其实我们来之前已经做过功课，您在大学期间是很多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呐，所以您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感情经历吗？我在这方面真的是乏善可陈啊。其实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也经常能够遇到很多优秀的职场女性，跟您一样是单身，感情生活也如您所说的乏善可陈。那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这么一个状况呢？这问题我还真没有认真想过。你有想过想要找什么样的另一半吗？女性力量跟这些没有绝对关系吧？沈阳，你帮我接一下。接了，楠楠。喂，楠楠，什么事？姐姐在开车。你把电话给唢呐。你跟我说，我告诉她不就完了吗？不方便。呵，好。点名必须得你自己一个人听啊。求婚吧，可能。干嘛呀？杜律让我问问冯小泉对答辩状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还没见到他呢。那我现在过去，咱们片场会合吧。不用，那我们一会儿看看他怎么说，然后回去讨论就行。杜律跟我说，这个案子让我跟你一块儿说庭。啊，我知道，杜律跟我说了。刚刚你不是被杜律留下了吗？然后这地儿还挺远的，郊区。潘潘就是过来帮个忙。我不是这个意思。行了，那姐姐不为你好吗？那不懂事儿，你怎么？你都听到了？可不听见了吗？不光听见声儿，还闻见味儿了。酸喽。行了，挂了啊，那个开车呢。行，挂了啊。喂。喂，妈。你最近怎么样啊？挺好的，都挺好的。你爸最近睡不好，你要有空能不能回来看看他？他嘴上不说，心里一直是想你的。那我今晚回家吃饭吧。你要回来吗？你想吃什么？妈给你做。随便做就是。哎，你替我跟舒一楠说一声吧。我们俩是真不合适，做朋友挺好的，你没让他别折腾了。走。如果给你带来困扰的话，我会转告他。那楠楠听完估计得跳楼了。我也不是因为是他室友替他说话，我就分析他的优点。其实他这人性格挺好，善良还可爱。你不觉得有时候他挺萌的吗？然后虽然是富二代，一点富二代的架子也没有，其实优点不少。那我看你俩挺合适啊。你扯我这干嘛？怎么你磕我俩 CP？ 我磕你俩 CP， 我想吐啊！呦，快吐！吐盆里，快倒！哼！哎，你为啥对谈恋爱这么抵触啊？还说什么不喜欢那个喘气儿的？生活已经那么多烦心事儿了，为什么还要再找个人烦你呢？我又不欠虐。不是你太悲观了，他不一定来一个人就是也烦你啊，对吧？万一是帮你排忧解难呢？咱也不强求，哎，不说非得谈恋爱，咱就顺其自然，在对的时间和对的人谈一场对的恋爱，多美好。我害怕，我还是孤独终老吧。这个时候还是不能太胆小，对吧？你比如说我跟娇柔，我们俩其实没什么问题，他也没错，我也没错，我俩就是在不对的时间遇见了对的人，所以这恋爱它不就不对了吗？那也挺合适，挺寸的。
你怎么你这人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表姐？刘导演，请大家喝饮料啊！好，刘导演，请大家喝饮料。他都打印好了哈。行了，我不用看了，我都看过了。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答辩状是不是要存到这个案卷里？您的意思是？我那意思就是，我儿子将来长大了，会不会看到这个？哦，原则上，黄女士要是给他看的话，他是可以看到的。那这个答辩状，就是我觉得，哥，哎，一会儿群演吃完饭，看看把手机收了。对，全都收了啊。好，谢谢。就是这个答辩状哈，给人的感觉，就是我确实应该把孩子给黄玲。您跟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个孩子判给黄玲吗？啊，对呀，我现在我也认把这孩子判给他。我之前找你们来，这不是因为黄玲不让我看孩子吗？但是现在他让我看孩子了，我一想，我就孩子给他就给他，而且说实话啊，也确实，孩子呢在他那边比在我这强。但是吧，我不能同意变更。你知道我妈那边她死活不同意。这个我们知道。那您现在对这个答辩状有什么意见没有？就是这答辩状嘛，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不同意变更的有点不疼不痒的，就是我的那种，就对孩子就那种真情实感呐，就那种真挚啊，我明白，我明白。但是我们主要是怕，要是太真情实感、那个真挚啊，这个法院就把孩子判给人了。你看，那就得靠你们二位下功夫了。那你就好比那踢假球，能让人看出来是踢假的，那不得踢的比真的还得真，对吧？就是说，那个我们写一份这个情真意切的答辩状，然后最后还得让法官把这孩子判给黄玲玲。对。行，那我们回去我们再改改。我已经见过您太太了，她还是要诉讼，要判决，坚决的不调解。您和蔡女士是共同被告，蔡女士的诉讼策略是不承认也不否认，随便法官怎么判。可是，一旦您太太提出离婚诉讼，要求诉讼保全，那您名下的所有的股权以及个人账户就有可能被冻结。不听结果，你就直接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啊？左拿的舅舅在您公司是有股份的，是吧？对啊。这不是天天跟我闹呢，要查账，烦死我了。我已经跟法务说了，跟去谈啊，想办法给他清退。这个时候啊，还是先不要清退，起码在离婚诉讼之前。我懂。那你就找这个劳春雷去谈谈条件，啊？我倒可以试试看。左娜怎么样？左娜已经提出要辞职了。辞职？他去哪儿说了吗？他说是要给他妈妈当律师。不行，这绝对不行。杜律师，你明白我为什么特意请你们律所来代理我这个官司吗？你知道为什么呀？是吧？其实小磊给我介绍了好多律师，我都没用。为什么？我就是想，我就故意的找你们律所啊，然后咱们把这个坑先占上，这样左娜就不会再卷进来了，是吧？为什么我一直提醒你保密，不要让左娜知道那么多，也是为了这个呀。这后悔啊！我干嘛我不跟他早点离婚？我早的就离了就完了。我总是想，我说，夫妻一场，那多多少少俩人也有那么一点感情吧。快刀斩乱麻，你给人伤得太重不合适啊！我就一直在考虑他的感受，
最重要的，孩子还小，左娜那时候还小嘛，我要考虑她的感受啊。我想等她到了18啊，她也许能够明白父母之间感情上的这些事情了，所以我就一直忍着拖，到现在，左娜28了，她竟然要跟她亲爹对簿公堂。这就是他妈怂恿的，劳春雪怂恿的，怂恿自己的亲闺女来对付亲爹，他疯了！我一直搞不懂啊，他为什么不跟我离婚？为什么老是一提离婚他就要小活，他就有这样那样的原因那样的理由？为什么？我现在明白了，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因为在他眼里边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让我难受，一辈子不痛快，一辈子不痛快，这在他眼里最重要的，这是他想要的。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啊，你也要把左娜给我拦住，啊！我不管你想什么样的方法，你不能让他上法庭，我不能让他跟我站在法庭的两边。那你干脆让我去死就完了，你直接拿刀子往我身上捅。你说劳春雪她有多狠？我早跟她说过呀，我说得很清楚，我唯一的条件我的就是，不管我们俩之间发生什么事情，那不要让孩子牵扯进来。她答应我了。但是。他答应您的时候，应该还没打算要告您吧？哎，玉律，快坐，来。哈，这还有谁啊？就咱们俩。打扰一下。这是他们这儿最小的包间了。怎么突然想起来请我吃饭了？我是主要呢是想和您道个歉。那次要呢？直接说次要吧。不，咱有主有次嘛，咱们还是先说主要啊。主要是啊，我之前呢我就觉得，您是女性，不适合接这个男性当事人的这种案子，啊。我这现在我一想啊，我真的是我狭隘了，我郑重的我得向您赔礼道歉，啊，我错了。行，以后这种事儿发个微信就行了，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那次要呢，您就直接说吧，行我就答应，不行呢咱也别破费。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喜欢就跟您一起合作呢？哎呀。是不是左大建的案子还是需要一位女性律师去说服劳春雪呀？是拦住左娜。拦住左娜？是。为什么？一定不能让左娜呀去给她妈妈做这个律师，和她妈妈一起来对付她爸。我一想到这个在法庭上这个画面，我实在是觉得太残忍了。不会吧？劳春雪会让自己的女儿上法庭上手撕亲爹吗？这也太夸张了。我以为左娜就是参与一下谈判。咱们点瓶酒，随便点，咱们喝着聊。酒单。完事儿就回去了。好，拜拜。怎么样？是有点小问题。哪儿？你看啊，这个你这写的1，被答辩人要求变更抚养权，违反了双方离婚协议的约定。原被告双方在离婚时已经签署离婚协议，就被抚养人冯成的监护、抚养问题达成一致，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当继续履行。2，在被告抚养期间已经充分保障了原告享有的探视权利。
3、被告经济条件良好，无不良嗜好，关心孩子身心健康，能够为冯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综上所述，应该尊重双方已签署的离婚协议。本案不存在变更抚养关系的条件，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哪儿不对？哪儿都对，就不对了。我就怕法官看完咱这答辩状，就维持原判，孩子还归冯小泉，你怎么办？孩子是妈妈养大，他想见就得见，然后抚养权还得在他那儿，怎么什么好事都能让他占了呀？是，他其实也挺在乎孩子的，我也不是替他说话啊，我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变更一下对孩子也好，是吧？跟妈过，然后他爸那个想看就看，这不两全其美吗？那等于说是他在孩子面前扮演一个好爸爸的人设，他都已经放弃孩子了，还要在他面前装深情。行，我明白，那个我改吧，姐啊，没事你甭管了，你要不你点点夜宵什么的，饿了吧？你吃什么吗？我不太饿，你看着点吧，我都行。你们是不是都觉得左大健挺好的？杜律肯定认为我不理他是我的错，我过分。你们是不是觉得左大健没做错什么，他只是不爱我妈了？是我妈不离婚不放手，我妈的错。我也复盘过，我妈要是早早离了婚，我爸会不会也跟冯小泉一样，把我丢给我妈，偶尔来看看我？他俩虽然没离婚，但是在我的记忆里，我爸就像家里来的客人一样，我都没怎么见过他。而且他们还要在我面前努力扮演一个好爸爸，努力扮演一个好妈妈。我有时候特别想跟他们说，我求求你们了，别再演好人了，都已经这么伤我了，还要在我面前说爱我。这答辩状我写不了。唢呐，你惹唢呐生气了？谁惹唢呐生气？你自己想想，来融科这么长时间，是我惹他生气的时候多，还是你惹他生气的时候那多？他怎么总生气呢？好问题，你还真去问？去，回家了。不是，答辩状写完了吗？没有啊。那你走什么呀？回家写呀，哪儿写不是写？把门关上啊，眼里没活。你这么关？就让律师打去。法庭传我在国外生孩子回不来，这很正常吧？孩子生了，我也不说是谁的，
那谁也没办法知道，还能逼着我去做亲子鉴定啊？你没必要带这么多东西，到那儿缺什么买嘛。要我说，你就和我一起走呗，省得留在这闹戏。我走不了，公司这么多事儿呢。现在多方便啊，视频电话随时都可以，干嘛非留在国内啊？几点好办？是先接你爸妈一起走呢，还是让司机去接，咱们机场见呢？你是不是后悔了？你不后悔就行。你干嘛你？你小心孩子啊！你我干嘛？你从一进门就耷拉个脸。好，我今天有点累，好吧？我累了。你把杜飞宇换了吧，这就不是心慈手软的事儿。这劳春雪都已经告你了，你还怕什么呢？这就是你死我活啊！你来想着，左娜跟杜飞宇熟，劳春雪还能给你留点面子，左娜还能帮你说说话，这怎么可能呢？我说真的，我再给你找几个律师，有媒体资源的手起刀落，咱们从舆论战打起。这劳春雪就那么占理吗？哎呀，我不觉得。你说这劳春雪她为什么忍啊？你以为她真的是因为爱你啊？是因为忍比较容易，不忍比较难。如果在你第一次出轨，她就选择和你离婚，那她就要自己养左娜，她的生活品质就会大大下降。她算过账，所以她才忍。忍到现在，左娜也大了，用不着你了，开始告你了，这不就是恶毒吗？这什么？你也有孩子了，咱们现在积点口德好吗？你还想让我怎么样？是劳春雪告你，不是我。我什么都不图你的，你结婚离婚我都无所谓，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可以向全世界说，我就是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那又怎么样呢？他们盼我死吗？左大健，你要真的后悔了，你现在就去找劳春雪忏悔，求她原谅你。只要她还愿意跟你过，我没关系，我祝福你们。喂。哦，那你放门口吧。嗯，谢谢啊。泰妍，左娜给你打电话了。忘了，我俩刚才写答辩状的时候点外卖来着，现在外卖到律所了。那你回去拿吧。到家了。你们俩聊什么呢？没有，聊着答辩状的事儿呢。汇报一下工作进展。你拍我干什么呀？还挺可爱，怎么样？你的小可爱突然出现，挺帅，发过去。我得让人知道是谁干这活呢吗？不是。哎呀，这是我应该做的，毕竟这是我负责的案子，下午也没陪你们去片场。知道就行。你这又买啥了？左娜回你了。我这手不干净。你又划，说什么了？他说你们辛苦，加油，舒一楠，我爱你。后半句是我加的。吃点吗？我不吃。那不管你了。我是觉得这个答辩状，它不适合写的太煽情。
像佐娜改的这个版本虽然比较强硬，但是挺专业的。他指出了原告对事实的错误描述，还有咱们答辩需要的法律依据。但是你改的吧，就特别像是小作文。你看啊，你强调了被告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他虽然也想陪伴孩子成长，但是迫于自己工作性质的原因，只能把孩子交给奶奶生活。虽然奶奶有着譬如打麻将、抽烟之类的不良嗜好，但是也不能太苛求老人。诸如此类的话，你写了特别多。这要是我们老师啊，100%会说我们是法学系，不是文学系，应该法言法语。你这答辩状是给法国人看的，你要那么些法语干什么呀？不是，你怎么没弄明白呢？咱们只要满足这房小泉的要求就行了。这答辩状啊，法官爱看不爱看，看得懂看不懂，其实没多大关系。这房小泉啊，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交代，给自己一说法，说白了，给自己一面儿。咱这答辩状啊，更像是一个免责声明，什么意思呀？就是以后啊，他好给人交代，给孩子交代，给他妈交代。他怕什么呀？他就怕有一天孩子长大了，然后听身边人跟孩子说：“哎呀，你爸当年他不要你呀，他不养你呀。”诸如此类的话，他害怕。所以呢，让咱写这么一答辩状，哎，以后孩子问起来，他能拿这跟孩子说：“你看，爸爸呀，当时特爱你，可爸爸就是没时间。那法官吧，他又不近人情，非把你判给你妈，我也没辙呀。爸爸还是在乎你，爸爸还是爱你的，他就为了一这个，为了一面子，为了一交代。你说这人啊，非得活别人一看法，一点也不痛快。一律，其实我一直都还挺佩服你的，只接自己相信的案子。对啊，因为客户也是想找相信自己的律师嘛。客户和代理律师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如果没有信任，你这个案子肯定是办不好的，对吧？但我就做不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年轻的时候呢，都想要活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不变成自己讨厌的那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杜律师，你太谦虚了，我不讨厌你，我理解你。喝酒。树一男啊，现在年轻人真是成长得太快了。哎，我这儿正开会呢啊，你们先玩儿。今儿我不过去了。喂，主任。哎，董，现在方便说话没？啊，方便。我正在跟易律师，商量左大建的这个案子呢。哦，没事儿，就是聊聊天。那你们聊工作吧，啊，我没事儿，挂了啊。早，张律。早。哟，今天该你值班啊？哎，我前台，您有吩咐吗？我觉得咱这儿啊，应该招一专门的前台。哼，说的对，有道理。可惜这事儿不归我管，你得找那个有关部门的。必须得反映反映。我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这是法院快递。那可能是法院支持全部诉讼请求，支持部分都不至于这么高兴。老师，哎，那个王孙那个判决书下来了，38万。太棒了！你跟他说了吗？没，我先跟您知会一声，我这跟您说去啊。好，行。咱们接着说。快递帮我寄。哎，搁这儿吗？打边状，帮我写认可。行啊，咱就等着书就得了。怎么，有事儿？你了解唢呐妈妈是什么情况？懂了，这问题问我呀，算问女人了。完全不知道。不是你问我这干嘛？你平时不是跟唢呐聊的比较多吗？全都看在眼里，吃醋了。我以后不说了，行吗，姐夫？不，我没跟你开玩笑。怎么了？你打这他妈干嘛呀？其实，我昨天晚上跟你聊完之后啊，我挺受启发的。这打案子不光要打证据，还得打人心，打人心也很重要。这方面呢，你做的比我强。什么？你做的比我强。哎，舒服。